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7号，比特币价格自14号的这一个高点31000美金，截止到现在目前应该是在箱体震荡，或者今天视频跟家人们聊一下，现在从去年的15000到目前的31000，价格是已经涨了1倍，那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去2倍的一个目标？今天利用月线里面美元指数的这一张图形，其实去年在抄底的时候也是在看这一个黄色的这一条倾斜的压力线啊。这个美元指数在04年跟05年的2个低点位置，连到这个06年的这个低点，然后一条倾斜的压力线。所以有时候压力线它不是水平的，08年的这个高点压力是压力过不去，崩；09年的这个高点压力过不去，崩；然后15年这个也是压力。16年这个位置也是压力，所以目前去年猜到这个高点的这个美元指数，因为比特币跟美元指数就是相反的，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短线里面美元指数为什么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有一个支撑位啊，就是在100美元附近。所以最近比特币看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或者等下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下昨天没有聊完的这一个周线里面比特币它的这个 RSI 指标。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线的比特币是这样子哦，如果整波涨幅就类似这一波的涨幅，整个大区间这边是有一个震荡区间，甚至是挖坑。那现在的一个区间前面的这个整理区是突破，但是在这个点位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这个位置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大约是在27800美金附近。最终这个位置是没破，现在是拉上来。我现在在看日线的形态是，昨天是有提到这根 K 线短线是不太好看，但是它确定这个高点会是高点吗？我也不是100%的确定，我个人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是在箱体震荡。那至于这一根 K 线败向，为什么短线有一点败向？主要观点是这样子啊，像这种大量，它不应该收小实体啊，应该要收大实体。就是像这种实体收出来，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会继续攻。所以这一根 K 线出来的时候，我个人判断，昨天开始是觉得有可能这个位置会箱体震荡。那至于它压回的点位，现在也是不好猜，包括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连20MA 都还没有破，所以现在要去计算啊，这个高位真的就是高位吗？不是很确定啊，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箱体震荡一段时间也是不排除。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20MA 破了才确定这个高点有可能就是高点，所以才能计算就是下一步有可能回撤的目标位会在哪里，就是下一次回撤的目标要先知道高点，这个高点确定是不是高点，目前的话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然后这一次如果箱体震荡的一个支撑区，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去观察一下下一步它这个20MA 会不会形成一个短线的支撑，至于短期能不能再上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去年是一路在往上涨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跟大家猜美元指数到底在哪一个位置会见顶。后面是有一天是在这个高点的时候有跟家人们提到，就是它在历史上月线里面或者是周线里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倾斜的压力线，是04年05年的这个低点连到这个06年的这个低点，然后08年09年这2个高点压力过不去，或者是15年的这个高点也是压力，16年这个高点也是压力，然后2022年这个高点现在是压力。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短线的一些形态哦，最近有这么一个迹象，就是有看到它短线的这个100美元的这个支撑位前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插入线，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啊，但是前面这个低点是有破了这个低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这2天啊，它又开始走了一个多方的吞噬，所以短线是有看到一个现象，美元指数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强支撑。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短线美元指数的一些技术指标啊，可以看一下日线它这个位置 KD 是开始有一点背离，所以如果加上这边的一个吞噬，然后一个插入线，短线这个位置看美元指数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反弹一波。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次背离不光是在日线里面是背离，如果我们细心去留意一下它
上一次的这个低点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低点是在 100.8， 那这个低点呢，就这2天打出的这个低点是在 100.78， 所以这个低点是比这个低点低，而且周线里面目前美元指数有一个背离我个人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美元指数1、2、3、4、5、6、7已经是连续周线跌了7根，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或者是甚至反弹一段时间？所以最近比特币看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至于它有没有2倍的上涨目标位，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整个大方向比特币的牛市就是往上的情况下，周线里面它整个趋势是一直非常的强势。周线里面目前是一个上升的趋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横盘横到这种支撑位的时候，或者是甚至有压回，该买的话，如果是真的仓位轻的朋友该买的话，我的观点还是应该要买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昨天有聊到的，就是比特币一般在历史上第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它有可能至少都会涨个200%。比如说19年的这个位置，从低点3000到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4000附近它也是涨了接近3倍。而且它第一波涨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 RSI 指标接近80的时候，有可能会是一个极限，到时候是不要追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15年的这一个底部，当时价格是在150附近它涨到这个高位的时候，当时 RSI 是在70。不过其实如果要爆的一个空间，我个人观点是第一波尽量看有没有80的一个 RSI， 有可能是第一波上涨的一个极限或者是比特币将来分流行情来的时候，我们再拿一些高点，到时候就尽量不要去追，甚至可以做一些短线的空单。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17年的一波分流的行情，就这个位置当时在这个最高分的位置，在周线里面它的 RSI 是接近90，可能就是短线的一个，或者是整个中线接近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到时候就不能追，甚至可不可以做一些短线的空单去对冲。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7年12月份在周线里面的这个高位，也是 RSI 接近，一般是分流的行情才会看到这种 RSI 是超过90或者是接近90的一些位置，到时候可能就不能去做追加的动作，甚至有可能会踩到整个顶部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2021年的 RSI， 比特币它价格是来到这个高位，所以将来我们如果多单去年在底部，不管是2万下方有买对的那么多的筹码，家人们一起买的，我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抱到这种分流的高位，到时候想怎么卖都可以因为可能不一定会卖到这种最高位，所以现货到时候有这种高位的时候不要全买，我们卖掉比如说一半也可以，不一定要卖到这种最高点像这种最高的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在周线里面它的 RSI 指标一点是有见过90，如果下一次真的再过高的时候，像这种高位其实也是可以适当放空的位置，因为它在周线里面就是这个 RSI 的高点，第二次价格再过高的时候 RSI 就是背离，所以周线里面的 RSI 有这种背离的位置也是很好的一些卖点的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